在一个宁静的星期天晚上，康妮·班尼特在他7岁的孙女梅丽莎面前，教她弹奏一段电子琴旋律。电子琴是他特意从旧货店淘来的，提前送给孙女的生日礼物。梅丽莎马上就要迎来8岁生日了，她显然对这件乐器非常感兴趣。康妮在晚上9点左右离开时，承诺如果梅丽莎还想继续学习，他会再次来教更多技巧。然而，就在这天晚上，康妮离开后不久，一名手持锤子的男子闯入了梅丽莎在奥罗拉的家中。欢迎来到24探案。班尼特一家是一个充满爱意、欢声笑语和无限梦想的家庭。布鲁斯·班尼特和黛博拉的爱情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，那时的他们还是一对满怀憧憬的年轻夫妇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携手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布鲁斯出生于1956年4月22日，地点是科罗拉多州丹佛市。他的童年平淡而温馨，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就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。他与2个兄弟理查德和丹尼尔一同成长，3人之间充满了日常的嬉闹与陪伴。相比之下，黛博拉的经历则多了几分曲折与坚韧。她是家中4个孩子中的长女，母亲早逝，命运在她年幼时就给了她沉重一击，留下她和弟弟妹妹们面对生活的艰难。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，常年奔波在外，黛博拉不得不迅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，成为弟弟妹妹们的依靠。她小小的肩膀扛起了大大的担子，生活的磨砺让她比同龄人更早熟，但也锻造了她坚毅的性格。正是这份韧性，让她始终努力将家人紧紧凝聚在一起。后来命运终于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脸，黛博拉一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。他的哥哥拉里成了他生命中的红娘，将他介绍给了布鲁斯。布鲁斯和黛博拉的第一次相遇仿佛是命中注定。布鲁斯那阳光般的笑容和沉稳的气质瞬间吸引了黛博拉，而黛博拉的善良与坚强也让布鲁斯心动不已。2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从此形影不离。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决定携手步入婚姻殿堂，共同编织属于自己的家庭梦想。为了给家庭提供稳定的支撑，布鲁斯毅然加入了海军，被派往夏威夷珍珠港担任声呐分析员。这份工作不仅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尖端的高科技设备，满足了他对技术的好奇心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为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带来了可靠的经济来源。在珍珠港的日子，布鲁斯常常站在海边，凝望无垠的海洋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盼。而远在科罗拉多的黛博拉，则用她的智慧和爱，将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等待着布鲁斯归来的一天。2人的共同努力，为班尼特家族的幸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也让这个充满爱与梦想的家庭故事愈发动人。1976年1月，一个寒冷而充满希望的冬日，班尼特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梅丽莎。那一刻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喜悦与激动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因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明亮。5年后的1981年，他们的第2个女儿凡妮莎呱呱坠地。那时，布鲁斯刚刚结束在海军的服役生涯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回到了家中。4口之家终于完整，他们的笑声开始在家中的每个角落回荡。布鲁斯决心为家人拼搏奋斗，他努力工作，只为给妻子黛博拉和2个可爱的女儿创造一个更舒适、更幸福的生活。到了1983年，凭借多年的积蓄和一笔贷款的助力，他们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买下了人生中的第1套房子。那是一栋温馨的小屋，坐落在安静的街区，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松树和整洁的草坪。搬进新家的那天，阳光洒在木地板上，梅丽莎和凡妮莎在房间里跑来跑去，兴奋地挑选着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对班尼特一家来说，生活似乎已经完美无缺。他们一起在家族的家具分销公司忙碌着，布鲁斯还利用闲暇时间学习，希望成为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。
日子虽然忙碌，却充满了希望与欢乐。每天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共享晚餐，孩子们讲述学校里的趣事，黛博拉端上热气腾腾的炖菜，布鲁斯则在一旁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梅丽莎和凡妮莎在这样温暖安全的家中茁壮成长。布鲁斯和黛博拉深信，他们已经拥有了梦想中的一切。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悄无声息。1984年初，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。那是1月15日，一个寒冷的星期日，空气中还弥漫着冬天的清冽气息。那一年，梅丽莎即将迎来她的8岁生日。班尼特一家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。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黛博拉已经在学校为梅丽莎准备了一场热闹的派对，但他们还是决定在家里再举办一次温馨的家庭聚会。那天，房子被装点得五彩缤纷，气球飘在空中，桌上摆满了巧克力蛋糕和刚出炉的饼干，甜美的香气弥漫开来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。梅丽莎的祖父母带来了她最爱的手工毛绒玩具，叔叔们则逗得她咯咯直笑，欢声笑语在房间里回荡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个小女孩即将迈入新年龄的幸福时刻。夜幕渐渐降临，聚会接近尾声，梅丽莎的祖父母和叔叔们陆续告辞，准备踏上回家的路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叔叔无意间瞥见车库门依然敞开着，提醒布鲁斯在离开前把门关上。他不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会成为班尼特一家的转折点。第二天早上，布鲁斯的母亲康妮·班尼特接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电话。家具店来电告知，布鲁斯和黛博拉未按时上班，且家中电话无人接听。康妮心生不安，决定亲自前往班尼特家查看情况。当他抵达时，车库门仍然敞开，正如前一晚一样。然而屋内的景象令他终生难忘。他踏入房屋，映入眼帘的是布鲁斯毫无生气的身体，倒在楼梯脚下，周围是一滩血迹。他的头部受到严重打击，喉咙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可怕伤口。震惊的康妮立刻跑到邻居家寻求帮助，邻居迅速拨打了911，警方和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。在主卧室里，他们发现了黛博拉的尸体，她的头部同样遭到严重殴打。更令人心碎的是，在儿童房，他们发现了梅丽莎的尸体，她被殴打并刺伤，脸上被毯子盖住，显然是惨遭虐杀。这一切如同父母最恐怖的噩梦。然而在恐惧与绝望之中，仍有一丝希望的曙光。年仅3岁的凡妮莎尽管身受重伤，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她被紧急送往医院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医生报告称，凡妮莎的下巴被打碎，头部严重受伤，手臂、臀部和腿部均骨折。她需要3单位的血液和几单位的液体来维持生命，但她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。与此同时，调查人员开始仔细勘察现场。曾经充满爱与欢笑的家，如今成为恐怖的犯罪现场。外部显示出被人搜查过的痕迹。厨房里发现了一把切肉刀，可能是袭击中使用的武器之一，但真正致命的凶器，一把锤子，仍然下落不明。警方仔细收集了指纹和其他表面样本，希望能找到指向凶手的线索。其中一个关键的发现是血迹斑斑的靴印，这不是家人或朋友的鞋印。警方随即召集了当天早些时候参加梅丽莎生日聚会的家人和朋友，要求他们提供 DNA 样本。尽管这在当时看起来有些奇怪，但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。当时基因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，但调查人员意识到必须保存一切可能的证据，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受害者的衣物、梅丽莎尸体下的地毯碎片、床单以及其他可能提供线索的物品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不知疲倦地努力抢救凡妮莎。尽管她情况危急，但她顽强地与死神搏斗。医生感叹她的存活简直是个奇迹，但警告家人，
他的生命仍然悬于一线。每一块被保存的证据，每一个 DNA 样本，都成为破解这个骇人案件的关键。警方希望通过细致的分析和不懈的努力，能够找到那个残忍夺走班尼特一家幸福的凶手。班尼特一家的袭击并非孤立事件，不到2周前，科罗拉多州已经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袭击事件。1月4日，在距离班尼特家不远的地方，年轻夫妇詹姆斯和金伯利在家中遭到伏击。当晚，金伯利正在卧室，突然被袭击者用锤子击中头部，他的尖叫声惊动了詹姆斯，他迅速赶来，却也被同一袭击者用锤子袭击。尽管詹姆斯奋力追赶袭击者，但对方还是成功逃脱。惊魂未定的金伯利立即拨打了911求救，随后2人被紧急送往医院。詹姆斯因颅骨骨折接受了治疗，而金伯利则因脑震荡住院观察。幸运的是，2人最终康复。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作案工具，一把锤子。调查显示，袭击者通过敞开的车库进入房屋，并在雪地上留下了脚印。然而，线索最终在雪地里消失，未能追踪到袭击者。金伯利的钱包被丢弃在现场，里面的现金被拿走，但其他物品都被留在原处。这起案件与班尼特一家的袭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，令人不禁怀疑2起案件是否出自同一名凶手之手。1月10日，50岁的室内设计师帕特里夏·史密斯在他的新家中遇害。他刚从内布拉斯加州搬来，是为了帮助女儿和孙子安顿新生活。当天上午，他先送女儿去公园，又把孙子送到托儿所，然后回家继续工作。中午他外出吃了汉堡，随后回到家中。然而下午回家后，他在下楼时遭遇了入侵者。袭击者手持锤子，在客厅内对他进行了残忍的袭击，连续击打他的头部17次。帕特里夏倒地身亡，尸体被一条儿童毯盖住，锤子被遗留在他的身旁，地上血迹斑斑。凶手翻找了他的钱包，偷走了现金后逃离现场。当天下午5点30分，帕特里夏的女儿回到家，发现车库门敞开着，电视屏幕仍在闪烁。她走进客厅，眼前的惨状让她震惊不已。母亲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，鲜血遍布地板。就在同一天的晚上，空姐唐娜结束了工作，回到家中，刚走进车库时，便被一名袭击者用锤子猛击太阳穴。唐娜试图逃生，挣扎着爬到了卧室，然而由于头部受创，她最终倒在了床上，失去意识。次日清晨，唐娜的飞行员丈夫罗恩下班回家时，发现了从车库一路延伸至卧室的血迹。当他走进卧室时，发现妻子唐娜奄奄一息。罗恩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唐娜被紧急送往医院。虽因头部重创导致短期记忆丧失，但幸运地保住了性命。警方在唐娜的车内找到了一把带血的锤子，然而锤子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。由于缺乏证据，警方一度怀疑罗恩，但很快排除了他的嫌疑。在帕特里夏和唐娜遭袭击几天后，离他们家不到25英里的地方，班尼特一家也遭到了残酷的袭击。那个令人心碎的1月里，受害者的家人们都在哀悼，而像小凡妮莎这样的幸存者则在为生命和康复而战。凡妮莎的祖母康妮从未放弃希望，不停地为孩子的康复祈祷。与此同时，调查仍在继续。当局从4个犯罪现场收集每一个可能的线索，包括遗传物质、足迹和其他可能指向凶手的证据。然而，20世纪80年代的法医科学并不像今天这般先进， DNA 分析还处于早期阶段，调查人员的工具和技术相对有限。这些袭击发生在奥罗拉和莱克伍德，当地警方开始共享信息，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，但在犯罪现场甚至袭击期间使用的锤子上都没有找到有用的指纹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联邦调查局引入了一名侧写师，
帮助描绘凶手的心理轮廓。侧写师认为，袭击者并非针对特定受害者，而是一个机会主义者，漫游街区寻找易入之处。如卫所的车库门一旦找到入手的机会，他的袭击便迅速暴力且致命，通常伴随性侵和盗窃行为。根据这些模式，侧写师推断凶手可能是约20岁的年轻人，聪明但教育程度不高，可能高中毕业但未接受大学教育。他在多起袭击中反复使用锤子，留下独特的靴印，这暗示他可能从事建筑行业工作，尤其是在当地大量房屋建设之际。调查人员将重心转向建筑工地，与承包商交谈，试图找出是否有人注意到异常行为。然而，承包商的记录混乱，几乎没有有用的线索。由于袭击总是在黑暗中发生，没有任何目击者或新的线索浮出水面。时间流逝，在这一系列案件之后，再也没有发生任何袭击事件。警方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案件，这些长期悬而未决的罪行令人困扰。1990年，一根金色阴毛的偶然发现为调查带来了新的希望，警方将其送往分析，但当时的技术限制导致阴毛在测试中被损坏，调查陷入了困境。尽管如此，调查人员并未放弃，继续努力寻找线索。2001年，距离袭击17年后， DNA 样本终于被完全识别，排除了家庭成员嫌疑，但谜团仍未解开。2010年，警方宣布对1984年大都市区发生的多起锤子袭击事件进行了 DNA 检测，结果相同，表明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在12天内实施了所有袭击。2017年1月1日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开始采用一种新方法，显著改进犯罪现场 DNA 检验，大幅降低无血缘关系者 DNA 档案相同的概率。2018年，侦探与家谱学家合作，利用 DNA 搜索数据库，仅1周后找到与姓尤因的人匹配的线索。科罗拉多州有多个姓尤因的人，但都不符合案件档案。警方扩大搜索，在数据库中找到40个同姓者，逐一排查。2018年7月，调查取得突破，锁定内华达州囚犯亚历克斯·尤因。亚历克斯·尤因1960年8月14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，少年因酗酒辍学，开始犯罪生涯。他曾因盗窃被送往加州少年中心，进入寄养系统2周后获释，随后多次犯下盗窃和入室抢劫。1983年，他搬到丹佛。1984年初，丹佛发生4人死亡、多人重伤袭击。亚历克斯随后逃往亚利桑那州金曼。1984年1月27日，他闯入罗伊·威廉姆斯家中，用花岗岩袭击对方，致其缝100多针。当天晚些时候，警方在洲际公路发现他，但亚历克斯逃脱。2月2日他被捕，但在押送法庭途中越狱，穿着红色短裤和橙色连身衣逃跑。当晚他闯入南希和克里斯·巴里家中，用斧头柄袭击了这对夫妇。4天后，警方在电话亭找到体力不支的亚历克斯，将其抓获。亚历克斯·尤因被控谋杀未遂、使用致命武器袭击、抢劫和越狱等罪名，最终被判110年监禁。2018年7月，科罗拉多州警察和检察官前往内华达州北部一家惩教中心，假装非执法人员采访服刑34年的亚历克斯。他们需要确认班尼特一家和帕特里夏谋杀案的 DNA 匹配。亚历克斯坦言，父亲曾是空军成员，自己曾患脊髓脑膜炎，行为因此改变，还承认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和莱克伍德做过建筑工，这证实他在1984年袭击时身处科罗拉多州。次日，侦探拿出6张黑白犯罪现场照片，亚历克斯否认认识受害者，但当看到帕特里夏生前彩照时，他坚持无辜。看到他尸体照片时，他变得焦躁，并要求聘请律师。此时他正准备假释申请，
甚至在约会网站建了资料，满怀自由希望。法院命令再次采集亚历克斯面颊拭子，结果与班尼特和帕特里夏案现场 DNA 吻合。2018年10月6日，首次听证会告知亚历克斯将被引渡至科罗拉多州受审，他计划16天内抗议引渡，其律师多次上诉拖延。科罗拉多州检察官面临挑战，部分罪行因诉讼时效过期无法起诉，但谋杀案可判终身监禁。2020年2月，内华达州最高法院批准引渡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上诉，亚历克斯被送往科罗拉多州。2021年7月，备受关注的班尼特案在美国某地正式开庭审理，被告亚历克斯被控多起重罪，包括谋杀、性侵和入室盗窃等罪名。庭审中，检方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，其中最关键的是 DNA 检测结果，证明亚历克斯曾出现在犯罪现场。检方进一步指出，本案与另一案件存在惊人的相似性，两起案件均涉及使用锤子实施袭击、性侵受害者，通过车库潜入住宅，以及现场遗留受害者的钱包。这些一致性成为指控亚历克斯连环犯罪的重要依据。辩方则试图从程序和证据可靠性入手进行反击，他们质疑 DNA 样本在采集和处理过程中可能存在污染或失误，并强调现场未发现亚历克斯的指纹，认为这足以动摇检方的指控。然而，检方迅速反驳，称亚历克斯在作案时佩戴手套，这解释了为何现场没有留下指纹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论点。庭审过程中，多位证人出庭作证，包括参与调查的警察、负责现场救援的消防员以及法医和 DNA 分析专家。此外，受害者的母亲康妮·班尼特也作为证人出庭，她声泪俱下地描述了发现女儿遇害现场时的震惊和悲痛，称那一幕像是噩梦般定格在眼前。她的证词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。经过紧张的庭审，案件提交陪审团审议。然而，陪审团在最初 3.5 小时的讨论后陷入僵局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。法官审视情况后，否决了辩方提出的无效审判请求，并要求陪审团继续商议。次日，经过长达6小时的进一步审议，陪审团终于达成一致裁决。最终，亚历克斯被判犯有3项谋杀罪及其他相关罪名。法庭宣判其服3次终身监禁，且不得假释。2021年10月，帕特里夏案开审，因辩方要求精神评估中断，确认亚历克斯适合受审后，2022年4月重审。他抱怨引渡不公，称系统被操纵，仍被判终身监禁。这是他第4次终身监禁判决，是针对1984年性侵并谋杀帕特里夏·史密斯的罪行。好啦，今天的案子讲到这里了，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关于这个案子，你觉得对亚历克斯判处终身监禁是最合适的吗？还是说你认为更严厉的惩罚会更恰当？期待你的看法。